我是2013年研究生毕业，在北京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。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是9000块钱，即使以2013年的物价水平来看，这份收入在北京也还是过得紧巴巴的，甚至交完房租之后出去吃个麻辣香锅，我都不敢点太多肉。工作几年之后，我前往美国读 MBA，2018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。毕业后呢，我加入了一家西海岸的科技巨头公司工作，第一年的年薪是185000美元。后来我回国加入一家互联网独角兽企业，总包大概150万人民币。那一年我30岁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我算是职业发展还比较成功的。但我发现论快乐的程度，我拿100万年薪的那几年反而还比不上当初做小职员的时候简单快乐。这让我意识到，只有摆脱内卷思维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。那么什么是内卷思维？在我看来，内卷思维就是出于攀比而产生的，最终没有人受益的无效竞争心态。比如去看演唱会，本来所有人都坐着，这时候有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而站了起来，导致他后面的人被挡住了，就只能也站起来看，最后全场观众都站着看完演唱会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卷场景。本来大家可以坐着舒舒服服地看完演唱会，结果因为一部分人的内卷思维，所有人都站得很辛苦，但没有人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，大家都做了无用功。与之类似的，现在的职场996、带孩子鸡娃等等，其实也都是内卷思维的产物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想获得更好的生活，因此努力工作，有什么错呢？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。首先，你会延长劳动时间，别人就不会延长劳动时间吗？如果团队里的其他人也延长劳动时间，那么大家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，唯一的区别就是都更累了，双输。如果其他人不延长劳动时间，而让你取得了优势，那么这些人就面临着被淘汰。招进来的新人想要不被淘汰，也只能延长劳动时间，最终还是双输。其次，一旦内卷式奋斗成为了惯例，那么原本的所谓勤奋也就不可能再给你带来任何优势了。我家就住在某拼单 APP 总部的马路对面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看他们那幢办公楼都是灯火通明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，人人都在内卷式奋斗，你要是光996，可能还被认为走得太早了呢。因为如果比拼下限的话，总有人下限比你更低，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第三，金钱与快乐的关系在达到一定阈之后是大幅衰减的。在这里我不想说什么金钱不能买来快乐之类的老生常谈啊，因为实际上研究结果显示，总体上而言，的确是越富有的人越快乐。但这种相关性在金钱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是大幅减弱的。2010年普林斯顿大学有一项研究显示，家庭年收入7.5万美元是幸福的门槛。如果一个美国家庭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，那么这个家庭很可能还要为过上基本体面的生活而发愁，也因此很难获得真正的快乐。而一旦家庭年收入超过了75000美元，尽管更多的收入依旧可以带来快乐，但提升的幅度就比较有限了。而内卷带给你的痛苦却是呈指数般增长的。比如你在半夜12点继续加班1个小时，和下午6点加班1个小时到7点，这种感觉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越卷肯定是越难受的。用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来讲，就是当你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，更多收入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，而在公司里内卷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。这时候再继续卷，总收益一定是负的。因此，综上所述，内卷是无法带来健康的、可持续的快乐的。那么，对于穷的只剩钱的现代人来说，有没有什么可以用金钱换取快乐的方法呢？其实是有的。用钱换取快乐的第一个方法是购买经历，比如去梦寐以求的目的地旅行，或者体验一些之前没有机会尝试的事情，像潜水啊、开飞机啊，这些都属于购买经历。购买经历最大的好处就在于，它不但可以在体验的当下给你带来快乐，还可以今后持续不断的给你输出快乐。凡是购买过昂贵的家用电器与数码产品的小伙伴一定有这样的感觉，就是这些产品带给你的幸福感其实是递减的。比如我花几千块钱买的大彩电，对吧？摆在客厅里，其实也就是刚买回来那几天，最多几个礼拜有新鲜感的时候，会觉得挺高兴的。
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实也就是正常的使用它的基本功能而已。甚至有性能更高、更先进的彩电出现之后，我还会嫌弃我自己买的这一台。而你购买的经历就不一样了，美好的经历不但在当时可以带来很多快乐，并且之后每次回忆起来都是永不褪色的。10年前买的手机现在已经不能用了，但10年前一次美好的旅行经历，可能现在回忆起来依旧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快乐。并且人的大脑其实是有美化记忆的功能的，大家仔细想一想，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比较开心？因此购买经历所得到的快乐是长期的、不断升值的，相比买来就贬值的实物商品，经历能够给我们带来更持久的快乐。用钱获得快乐的第2个方法是购买时间。现在我们很多人生活在大城市里，上下班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通勤，按照单程45分钟计算，每天往返就需要1个半小时。这1个半小时通常是非常没有效率的，往往我们在听音乐、刷抖音中就度过了。而如果我们能够搬到市区工作地点附近居住，把通勤时间压缩到比较理想的15分钟，那么一天我们就可以节约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，1年就是200多个小时。我想现代都市人肯定都明白，200多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是多么的宝贵，无论用来休闲还是追求一些人生的小目标，都对我们获得快乐有巨大的帮助。实际上，英国科学家就这个问题还专门做了研究。研究表明，在伦敦平均通勤时间是39分钟，如果能把这个时间缩短到15分钟，那么这件事情带来的幸福感甚至要高于啪啪啪。所以为了获得快乐，我们可以采取购买时间这一策略。用钱获得快乐的第3个方法是助人为乐。哈佛商学院教授 Michael Norton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，他把学生分为2组，并且给每个学生一个装有5美元的信封。一组学生被要求把这5美元花在自己身上，包括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付手机费等等都可以。另一组学生呢，被要求把这5美元用在别人身上，比如帮陌生人买一杯咖啡，或者捐给慈善机构等等。在一天的结束，诺顿教授发现，把钱用在别人身上的那组学生感到更加的快乐。后来这个实验在各种条件下又被重复了很多次，有的实验把金额提高到20美元，有的在世界各地进行测试，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因此助人为乐其实并不只是一句口号，而是通过投资他人真的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。说到这里，在网络上观看本视频的观众们不妨在视频下点赞支持一下，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呢？其实人的一生不过短短几十年，虽然长度每个人都不同，但结局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因此重要的是过程中是否过得快乐与有意义，而非其他任何东西。没有人会在临终之前后悔自己工作的时间太短，没有去内卷。但我知道很多人会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。因此最后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，假设我们可以预知自己生命的确切长度，我们还会做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吗？假设我的生命还有10年、30年，此时此刻的我会用这些时间去做什么呢？好，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。